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晚上新闻快报宣布，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合并了，所有的边界全部消失，80亿人决定不再互相争斗，而是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人类终于大团结了。试着想象，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，但在天文学上，这叫做第一型文明。这是苏联天文学家卡尔达肖夫提出的理论。目前人类大约还卡在0.73级。为什么升不上去？因为我们浪费了太多能量在内耗。关于这个指数，我们下次专门做一期影片。今天我们要谈的是，如果我们拆除了自私这道墙，人类将瞬间获得4种上帝级的超能力。第一种能力，无限能量，把太阳装进瓶子里。首先，电费账单会从历史上消失。目前各国都在秘密研发核融合，进度缓慢。但如果全世界科学家数据共享，资金集中，我们可能在10年内就能建成完美的人造太阳。能源将像空气一样免费。有了无限能源，我们能把海水淡化，将撒哈拉沙漠变成全球最大的农场，甚至把工厂搬到地底，让地表重新变成森林与公园。第二种能力，全球免疫系统，疾病的终结。人类将拥有一个共享的超级大脑。现在，药厂为了赚钱，常把配方锁在保险箱里，但在团结的世界，医学数据是连线的。当某人在亚马逊雨林感染新病毒，全球超级电脑会同步运算，24小时内就能研发出疫苗。癌症、艾滋病，甚至是变老，都将变成像感冒一样可以被治愈的小毛病。第三种能力，行星工程师，控制天气。我们不再是看天吃饭的农夫。透过全球合作的卫星网络，我们能精准调节气候。太热了吗？展开太空遮阳伞。太干了吗？引导水汽去降雨。地球的温度调节器终于掌握在我们手中。第4种能力，星际大航海，搭电梯去太空。最后，地球不再是监狱，而是家。因为不再把钱花在制造飞弹，我们有足够资源建造太空电梯。去太空旅行会变得跟买机票一样便宜。我们不再争论火星是谁的，因为我们是地球干罪。周末连假，你可以选择去月球滑雪，或是去火星大峡谷露营。或许你会觉得太空太遥远，那如果所有车厂、手机厂都团结起来呢？首先，车子会像乐高一样模组化，因为所有车厂共用标准。你可以用法拉利的马达配劳斯莱斯的沙发，加特斯拉的电脑。车子旧了不用整台丢，只要换掉那一块积木，垃圾大大减少。再来，当赚钱不再是唯一目标，大公司的目标变成做出用不坏的东西。你的手机和电器将变成传家宝，升级时只要换零件，再也不用烦恼电池老化的问题。还有超级工程启动，原本10家大公司分别花钱盖10栋总部大楼，现在他们把钱凑起来，去沙漠种森林，去海洋吸塑胶。汉堡店和牛排馆合作，研发出超好吃的植物肉，让我们不用杀牛也能吃饱，还保护了环境。听起来很梦幻，对吧？技术上我们做得到，资金也足够，但为什么现实世界里，我们却看着新闻里的战争叹气？我们就像是一辆配备了 F1 引擎的超级跑车，但驾驶同时踩着油门和刹车，引擎在空转，轮胎在冒烟，但车子哪里也去不了。是什么力量在踩着刹车？为什么明明知道团结比较好，我们却选择了分裂？首先，我们的硬体大脑还没升级。这里有个知识点叫邓巴数。人类大脑能维持紧密关系的上限大约是150人。在远古时代，超过这个数字的陌生人通常代表危险。所以我们的大脑设定是自己人等于安全，外人等于威胁。这演变成了部落主义。无论是国家、政党还是球队，我们本能的把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。我们不团结，是因为大脑还停留在几万年前的非洲草原。再来，我们被困在了数学陷阱里，也就是囚徒困境。假设 A 国和 B 国都想裁军省钱，但 A 国会想，万一我裁军 ，B 国偷偷造飞弹打我怎么办？ B 国也这么想。结果为了保险，大家都选择造更多飞弹。这叫纳许均衡。明明知道这不是最好的结果，但谁也不敢先改变。你知道代价是什么吗？全世界每年的军费超过2兆美元。这笔钱足以让每个沙漠铺满太阳能板，让全世界小朋友免费上学。
最后是商业上的零和游戏。1924年，全世界灯泡厂商曾经团结过，组成了太阳神垄断联盟。但他们不是为了做更好的灯泡，而是协议把灯泡寿命从2500小时缩短到1000小时，这样大家才会一直买。你看，这是一种坏的团结，牺牲了大众利益。真正的团结应该是把饼做大的非零和游戏。听起来人类没救了吗？不，科学告诉我们，打破僵局有2个方法。第一是透明化，网络让谎言越来越难维持。当我们越了解外国人的生活，脑中的部落主义就会越淡薄。第二是共同的敌人。心理学的强盗洞实验发现，要让仇恨消失，最好的方法是面对一个共同的麻烦。现在，全人类面临着气候变迁、AI 威胁、小行星撞击，这些危机正在强迫我们学会团结。费米悖论提出了一个概念，叫大过滤器。也许很多外星文明之所以消失，就是因为没能跨过团结这道门槛。我们正站在这道门槛前，阻碍我们的是恐惧，是数学陷阱，是旧本能。但好消息是，我们是唯一能意识到这点并改写规则的物种。如果全世界团结起来，我们能去任何地方。这个如果不取决于哪个总统，而取决于新一代的玩家，也就是你们愿不愿意先伸出合作的手。我是佩Coco，这里是小朋友大冒险，让我们一起升级人类文明。别忘了按赞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